大家好，今日係2025年嘅1月26日啊！今日要講宗教史吓，咁由於我有朋友呢，就喺香港嚟咗英國參觀大英博物館，去到大英博物館嘅時候，佢感到非常困惑，佢就發現呢，無論中國館、印度館還是係歐洲館呢，佢裏邊嘅造像都係好相似嘅。咁尤其係中國館咧，魏晉南北朝時期嘅造像呢，同埋印度館嘅造像呢，基本上係一致嘅。咁呢個好容易理解啊，因為印度啊係佛教嘅起源啊嘛，而中國係從印度呢係獲得佛教嘅一個傳入嚟噶嘛，咁所以呢，喺魏晉南北朝時期係一致嘅。咁但係呢，去到隋唐以後呢，中國嘅佛教就本土化咗，所以佢哋嘅造像呢係唔同嘅。咁但係呢，呢個唔出奇啊，但係點解歐洲館嘅造像同印度館嘅造像同時期嘅基本上一樣嘅咧？嗱，而家咧我展示緊呢一幅圖，呢一幅圖咧就係印度啊所謂犍陀羅時期嘅造像嚇，無論係犍陀羅還是後來嘅孔雀王朝時期造像啦，同歐洲啊希臘羅馬馬其頓個造像基本上係完全一致嘅。咁即係簡單嚟講喎，就係歐洲嘅造像希臘羅馬開始先啦，然後就傳咗入去印度，喺印度再傳咗入嚟中國喎。咁從造像嘅角度咧就可以睇到咧，佛教史嘅兩大重要課題啦。因為咧釋迦牟尼時期就冇造像喎，釋迦牟尼唔單止冇造像啊，釋迦牟尼仲冇寫過書，佢哋嘅弟子都冇寫過書，只係口耳相傳釋迦牟尼嘅佛學思想。簡單嚟講咧，釋迦牟尼嘅時代咧就距今就係大概2500幾600年左右嘅時間啦，喺公元前6世紀嘅歷史嚟㗎。呢個釋迦牟尼，咁釋迦牟尼咧係死咗之後，大概300-400年之後咧，佛教先廣泛造像嘅。呢個咧就涉及到歐洲呢個嘅印度史重要嘅課題啦。點解會突然間佛教又冇造像，由所謂嘅原始佛教就係釋迦牟尼死後最初嘅100-200年啦，冇造像嘅，變成咗後來有造像。由釋迦牟尼冇寫書嘅，變成咗後來咧佛教好多嘅典藏經典。咁呢個係佛教嘅第一次變化，由原始佛教，簡單嚟講，原始佛教係一種佛學思想，變成咗宗教化。然後咧第二個階段咧就係大概公元後1世紀左右。呢個公元後即係耶穌基督死100年之後咧，佛教咧慢慢開始傳入中國嘅時期咯。呢個時候咧傳入中國嘅佛教咧就所謂大乘佛教啊。大乘佛教咧就好強調咧普度眾生、菩薩，好強調呢一啲嘢嘅。但係喺釋迦牟尼嘅時代，或者釋迦牟尼死去一段長嘅時間，佛教都冇強調咧普度眾生，冇強調呢個嘅救世救苦救難嘅。咁點解會咁咧？呢個涉及到佛教史嘅第二大課題。我以往咧寫博士論文嘅時期咧，我係寫史記嘅經濟史與經濟思想噶嘛。咁裏邊咧有略涉及到絲綢之路、張騫開鑿西域嘅一個歷史，所以對呢個課題咧有好皮毛嘅了解。所以我係未有能力講到宗教思想，但係我就有能力咧可以講到咧宗教傳播嘅發展喎。嗱，呢度咧涉及一個問題啦，到底佛陀係咩人呢？佢點解會創立佛教呢？嗱，咁大家知道啦，喺 B.C. 600年左右就係佛陀咧就係出世，佢咧係一個印度嘅王子嚟嘅。咁而涅槃成佛啦，收咗好多嘅弟子啦，咁就係講經。呢個嘅釋迦牟尼到底創立咗佛教，而佛教咧一開始係冇造像，佛教個時候背景係點樣呢？呢個咧就要第一個要處理嘅課題啦。咁大家知道咯，釋迦牟尼嘅時代咧，印度就已經有種姓嘅制度，而呢個種姓制度咧就係印度當時嘅貴族所創立嘅一種思想嚟㗎。咁而問題啦，當時印度嘅貴族係咩人呢？頭先所講嘅犍陀羅王朝啊嘛，犍陀羅咧而家咧去到唔同嘅藝術館咧，成日會見到犍陀羅呢個字，就係講緊一種建築風格嘅。咁但係講建築風格之前呢，犍陀羅喺公元前6世紀，其實就已經喺呢個嘅阿富汗啦，去到今天嘅印度咧，有一個好廣大嘅土地咧係俾佢統治嘅。呢個犍陀羅王朝。咁而犍陀羅咧，如果用基因學嘅分析，佢哋係屬於亞里安人。其實就係喺伊朗，即係當時個波斯啦，以及去到印度嘅一種人種嚟嘅。咁咧後來去到納粹德國嘅時期咧，就係佢哋啲人咧研究東方學啊嘛，喺佛經裏邊咧見到亞里安呢個字，然後就幻想咧佢哋係亞里安嘅後代啦。因為咧話咧亞里安人咧當時係人類文明最高嘅一個民族嚟喎，喺公元前2600年，公元前600年前，即係佢今2600年啦，係一個
地球文明裏邊最高嘅一個文明水平嚟喎。咁咧其實咧就係亞利安人，所以咧而家你見到印度嘅電影咧，揾現代嘅印度人去演呢個嘅犍陀羅王朝或者演釋迦牟尼咧係唔似嘅，因為咧釋迦牟尼嘅時代貴族咧其實就係亞利安人嚟嘅。咁啊，當時亞利安人去到印度，結合咗同印度嘅一啲嘅民間信仰，就創立咗婆羅門教。呢個婆羅門教咧就係今天印度教嘅前身嚟嘅。咁啊，婆羅門教大家知道有種姓制度啦，仍然咧今天嘅印度教係繼承咗種姓制度。種姓制度有4個階層，第一就係婆羅門，婆羅門咧就係祭司、僧侶、學者同埋神職人員。簡單嚟講，婆羅門教個核心理念咧就係祭司至上。咁第二種人啊就係剎帝利，剎帝利包括咧皇室、國王啊、戰士啊。咁所以簡單嚟講，釋迦牟尼咧係剎帝利嚟嘅。第三種人咧係吠舍，吠舍咧就包括普通嘅商人啦、地主啦、一啲有錢嘅人啦，都係啲高等嘅種姓嚟喎。屬於最低嘅種姓咧就係首陀羅，大部分嘅人都係首陀羅嚟嘅，僕人啦、農民啦。當然啦，仲有最後一種咧就係種姓以外嘅，就係叫做達利特。達利特咧就係叫賤民啊，就不可接觸嘅人啊，戰犯啦、罪犯啦，呢個嘅或者係跨種姓嘅結婚嘅後代，即係譬如話，如果你係剎帝利嘅，你係皇室，你娶咗個首陀羅嘅農民嘅女啊，生出嚟咧，佢就永遠都係咧達利特，就係賤民嚟噶。咁或者從事清潔洗廁所啊、喪葬啊同死亡有關嘅呢啲人咧，就係呢個嘅達利特啦。咁達利特咧就係永遠就係成為賤民，世世代代都係賤民。你當時咧亞利安人就去到印度創立咗呢個種姓制度。點解？因為佢哋係外來者啊嘛，佢哋係從波斯一帶遷入去今天嘅印度地方統治，而統治嘅人咧大部分都係農民同僕人，佢哋就係首陀羅嚟嘅，所以佢創立咗一個種姓制度咧，就永遠要壓制住佢。咁用咩方法？用宗教最有效咯。用宗教咧就宣傳咧有種姓制度就不可跨越嘅。咁啊，所以咧一般嘅人民或者係地主同商人原本喺印度嘅既得利益者咧，就俾呢一個嘅亞利安人咧就徹底統治啦。咁啊，但係咧問題嚟咯，去到種姓嘅制度就好唔平等有好多人咧就覺得好痛苦。咁所以釋迦牟尼咧佢作為種姓裏邊較高嘅一層就係第二層，就係剎帝利。佢咧就係竟然咧誤導咗呢個嘅眾生平等嘅概念就唔同意呢個嘅婆羅門教講凡我合一呢個嘅概念。凡我合一就係強調為你做任何嘢都要透過咧呢個嘅祭司至上去獲得嘅，而咧透過祭司至上去獲得嘅時期咧，你先能夠同呢個嘅最高嘅神嘅主宰係能夠有感通。咁所以咧，釋迦牟尼就唔同意啦。釋迦牟尼講係無我既然咧凡我係合一係唔合理，佢就講無我咯。咁所以咧就好強調咧眾生平等嘅概念，其實係一種革命家，就係咧質疑呢個嘅亞利安人所建立嘅一個階級制度而佢自己作為既得利益者，佢竟然係睇到咧眾生嘅平等。咁所以啦，嚴格嚟講，佛陀係一個革命家嚟嘅。咁所以佛陀建立佛教思想之後，數百年傳播係非常之廣泛，尤其是咧喺咩人喺度廣泛呢？就唔係喺呢個嘅賤民身上咧最廣泛傳播，反而咧喺呢個嘅呢個皇室貴族裏邊咧係慢慢咧廣泛傳播。個原因係點解呢？正如頭先所講啦，皇室貴族係屬於剎帝利，剎帝利係第二級嘅，因為咧喺婆羅門教嘅情況底下，祭司係高級過國王。啲國王慢慢梗係唔滿意、唔同意永遠俾神職人員控制。其實呢個情況就好似英國歷史啊嘛，係咪？亨利八世係永遠唔會同意呢個嘅羅馬天主教廷係可以凌駕於呢個英國嘅皇帝。咁所以咧，去到後來咧，呢個嘅孔雀王朝時期，孔雀王朝時期咧，就係建立咗佛教為思想嘅一個帝國咁就係慢慢咧將婆羅門教咧就打到變成咗係一個較次要嘅一個宗教思想。佛教咧就喺孔雀時期咧就變成咗一個最主要嘅思想啦。咁所以呢個嘅佛教幾時係呢個孔雀時期就係阿育王啦，就係呢個 B.C. 200年公元前大概係258年左右啦。咁呢個阿育王咧就係將佛教傳播咗整個印度，就係因為咧佢要借助佛教
去打擊呢個婆羅門教喎。咁但係好明顯啦，如果從歷史學角度咧，阿育王其實都唔係真正信佛嘅，因為真正信佛嘅人應該強調咧慈悲為懷，眾生平等噶嘛。但係咧阿育王咧係一生嘅殺戮無數嘅，佢要開疆拓土啊嘛，殺咗自己好多親人啦、親信啦，同埋咧唔同嘅民族。咁所以咧，佢咧就將佛教傳播大地咧，同埋基督教啊、天主教一樣，都係透過軍事嘅方法去征服嘅。呢個就係阿育王時期。但係阿育王時期以前咧，頭先所講啦，犍陀羅王朝咁就係阿里安人去建立噶嘛。呢個阿里安人咧，其實去到呢個嘅公元前400年左右，就遇到一個好大挑戰啦。阿里安人係波斯人嚟噶嘛，而波斯最大嘅對頭係邊個啊？就係希臘咯。希臘喺歷史上面最輝煌嘅時期就係馬其頓王國嘅時期啦，由呢個亞歷山大帝，亞歷山大帝係亞里士多德嘅學生嚟噶嘛，亞里士多德咧就係傳播俾佢嘅思想知識，咁然後咧亞歷山大帝咧就建立咗一個亞歷山大帝嘅大帝國，就叫馬其頓帝國啦。你從歐洲嘅地圖你見到咧，哇呢個帝國咧係喺當時人類最龐大嘅帝國嚟嘅，咁就係西咧就去到呢個嘅歐洲嘅最西部啊，東咧就去到今天咧即係中國嘅所謂嘅新疆西域一帶呢個係一個極之龐大嘅帝國。喺羅馬帝國成立以前呢個係人類史上最龐大、最偉大嘅帝國。呢個就係亞歷山大帝啦。亞歷山大帝咧就係建立呢個帝國嘅時期咧，佢嘅軍隊征服到去印度，征服到去今天咧中國嘅所謂新疆盆地一帶嘅地方。咁然後咧就傳入咗歐洲嘅文明咁所以咧歐洲嘅造像技術咧就入到去印度，就係咁解。所以點解今天咧你發覺咧呢個犍陀羅王朝嘅佛像係同希臘羅馬嘅佛像一樣因為咧佢哋攻打入去嘛，攻打入去咧第一時間做嘅就係造像，將嗰啲亞歷山大帝個像或者嗰啲名人哲學家、歷史學家嘅像或者係雅典女神嘅像宙斯嘅像全部喺唔同嘅殖民地度做咗出嚟。咁而當時佛教思想咧就已經喺犍陀羅王朝咧，或者後來嘅孔雀王朝咧，已經係廣泛流傳啊嘛。所以咧嗰啲造像嘅技術入咗去之後咧，佢哋就即刻做翻咧佛陀嘅像，咁做翻咧呢個嘅佛教人物嘅像。咁所以慢慢咧嗰啲造像技術咧就印度咧遍地開花啦。而呢個造像技術後來就喺東漢之後咧就傳咗入去中國。所以又影響到中國，所以呢一個歷史咧係一個貫通嘅歷史嚟嘅。呢個解決咗第一個問題啦。第一個問題就係點解啲造像技術會一致嘅？第二個問題頭先所講咯，佛陀咧係為咗反對婆羅門教而成立咗佛教思想。而呢個佛教思想咧，佢係一個無神論者嘅佛教思想。首先佛陀唔認為自己係神，而甚至乎佛陀咧係否定梵我嘅，否定梵即係呢個嘅最高嘅天佢係認為咧呢個世界係無我嘅，認為世界所有嘢都係虛幻嘅，佢本身係一種咧無神論者。但係佛陀咧死後之後咧，大概100-200年啦，佛教咧就開始咧慢慢傳播，然後傳播裏邊咧就有矛盾啦，有兩批人咧又對於如何接受到民眾嘅供奉咧有唔同嘅想法，慢慢後來咧產生咗對傳教嘅思想咧都有唔同嘅講法。後來呢兩批人呢就分咗兩部，一個呢就叫大乘佛教，一個叫小乘佛教。當然小乘佛教係唔接受呢人哋叫做小乘佛教嘅，小乘佛教叫上座部佛教。呢個上座部佛教所強調嘅嘢呢，同大乘佛教唔同。上座部佛教呢係強調喺種姓制度裏邊，係透過呢我自己嘅修行，而係獲得呢下一世輪迴嘅時期，可以呢獲得更好嘅一個待遇嘅。呢個就係所謂嘅南傳佛教、小乘佛教喺最初咧分裂嘅時候一個特點。但係咧呢個大乘佛教咧就講普度眾生、救苦救難啊。喺嗰個時候咧就慢慢開始形成咯。咁呢個時期係幾時咧？就係大概喺呢個嘅孔雀王朝時期開始咧，慢慢咧就將呢種思想擴大。個原理係點解呢？而家有好多考古學家認為呢，可能係受到猶太教嘅影響啦。因為猶太人呢，亦都有唔少人呢係移居咗印度嘅。隨住呢個亞利安人嘅管治呢，有一啲嘅猶太人係移居咗印度，喺嗰度建立咗猶太教嘅社區。咁而與此同時呢，基督教嘅思想喺西方傳開啦，喺公元前後
基督教嘅思想咧慢慢開始發展喎。公元後大概100年左右，保羅啊喺西方咧就不斷咧就係宣傳宗教思想啦。而耶穌基督嘅門徒或者門徒嘅門徒，亦都有部分去到印度傳教喎。所以喺呢個時候咧，佛教原本由無神論嘅，為咗咧方便傳播，咁啊慢慢咧又變成咗造像拜神。結合咗呢個嘅羅馬希臘嘅造像方法，咁啊拜佛陀啦。後來咧由拜佛陀開始就拜呢個嘅菩薩，尤其是大家好熟悉嘅南無觀世音菩薩啊。咁啊所謂菩薩咧，其中一個咧就係彌勒菩薩。彌勒菩薩咧就好強調咧係未來佛嚟嘅嚇，現世佛咧就係釋迦牟尼，未來佛咧就係呢個嘅彌勒。咁啊，而彌勒佛咧係講救苦救難，同觀世音一樣，係咧降臨人間就會改變咗世界嘅。咁呢種思想咧，佢嘅產生時間就係同呢個嘅猶太教傳入印度，以及咧基督教咧喺歐洲開始普遍盛行，係同時期嘅。所以有唔少學者認為咧，就係猶太教或者基督教思想咧係影響咗佛教。佛教由無神論最初變成咗拜神、拜佛祖。後來由拜佛祖，再衍生到變成咗拜彌勒佛、拜觀音，就係救苦救難。由一開始佛教嘅思想係強調咧係自我嘅修行，要脫離咧人間嘅痛苦，要講眾生嘅平等、四聖諦嚇，然後咧變成咗係要拜神，拜神係最有效嘅。喺呢個裝香念經拜佛係最有效可以傳播到宗教思想嘅方法噶嘛，跳大神跳舞，咁啊開始咧佛教咧有呢一啲嘅修行啊，所謂嘅小乘佛教就好強調呢樣嘢啦。咁咧大乘佛教要為咗同小乘佛教嘅競爭，佢就咧似乎就吸收咗普度眾生嘅方法，然後就強調咧係要救苦救難咯嚇。小乘佛教強調嚇，然後咧大乘佛教係否定種姓，然後要救苦救難、普度眾生，呢個就好耶穌基督啦。咁所以咧，有一啲學者而家喺學術界、宗教史嗰度普遍認為咧，呢個係同絲綢之路嘅發展咧係有關係嘅。講起絲綢之路咧，我哋就可以睇地圖咯。呢個地圖咧就好犀利啦。你睇地圖咧，見到咧絲綢之路嘅中國咧就係黃色嘅地方，咁啊北方咧就係以匈奴為首，同埋其他少數民族啊、鮮卑族啊嗰啲咁嘅人物嚟嘅。嗰啲咁嘅種族嚟，咁咧漢武帝鑿空絲綢之路，由長安啦以西，開鑿嘅呢個嘅武威、酒泉同敦煌呢個所謂嘅河西三鎮啊，咁然後咧再去到咧龜茲啊呢啲所謂嘅今天新疆嘅地方啦，咁但係你發現咧，其中一個好重要咧，佢就要夾擊匈奴啊嘛，夾擊匈奴咧就要揾大宛啊。大宛咧就係有汗血寶馬喎，大宛人係咩人咧？係高加索人嚟嘅，係徹頭徹尾嘅白人嚟嘅。所以咧，而家你發現咧喺西域啊所出土嘅一啲嘅木乃伊啦，其實好多都係驗到係白人嘅膚色白人嘅基因。咁啊，所謂樓蘭美女啊嘛，其實就係完全係金髮白人嘅。咁呢個大宛王國係白人嚟嘅。咁而呢個大夏咧，大夏其實啊就係頭先所講嘅馬其頓王國嘅一個分支嚟嘅，大月氏又係呢個嘅馬其頓咧所影響到嘅一個犍陀羅王朝。犍陀羅王朝就吸收咗呢個嘅西方文化，而安息帝國咧就係亞利安人啦。安息帝國就係所謂薩珊波斯啊嘛，其實就係亞利安人嘅後代啦。咁佢同大月氏咧嘅地理咧位置係相近嘅。大月氏呢度咧就係犍陀羅王朝其中一個時代啦。咁啊大月氏，咁然後去到呢個中天竺南天竺就係新毒啦。新毒咧其實叫捐督捐督咁啊就係同中天竺就係今天嘅南印度。南印度咧嘅人種咧就似乎係今天嘅南亞人嘅祖先嚟嘅。所以咧以前由北印度去管治南印度咧，其實就係由亞利安人咧去管治南亞人嘅一個歷史咁而大秦就所謂嘅呢個羅馬帝國啦咁呢個巴比倫。所以張騫鑿空西域之後咧，佢哋嘅絲綢之路咧就一直去到巴比倫，然後咧再去到呢個羅馬帝國咁啊途經咧呢個嘅薩珊波斯王朝、大月氏呢啲地方。咁所以喺公元前2000年左右中國嘅絲綢之路咧已經係同世界貫通，而因為呢個絲綢之路咧就將印度嘅佛教帶咗入去中國，而印度嘅佛教本身係繼承咗呢個嘅歐洲嘅建築藝術史，甚至乎咧大乘佛教好可能係受到猶太教或者基督教嘅影響咁而呢個嘅
小乘佛教咧，就為咗廣泛傳播，就將無神論嘅佛教思想咧變成咗結合到咧呢個嘅印度傳統嘅拜祭種姓制度，然後就強調咗個人嘅修行。後來呢個嘅小乘佛教咧就一直向南傳，就傳咗去斯里蘭卡，傳咗去東南亞、泰國呢啲地方。所以咧今天咧緬甸、泰國就係咧小乘佛教以及咧中國咧喺宋朝時期嘅大理大理咧都係小乘佛教一個嘅重心嚟嘅咁所以呢個就係佛教史，其實亦都係文化史，亦都係經濟史。咁所以之前我講到基督教啦，基督教嘅傳播猶太教嘅傳播又係同呢個嘅中東嘅歷史、巴比倫嘅歷史又係極大嘅關聯啦以及咧同歐洲羅馬皇帝將呢個基督教定為國教，冇羅馬皇帝將基督教定為國教，基督教就難以傳播。同樣道理，冇亞玉王孔雀王朝將佛教定為國教咁呢個佛教亦都唔會廣泛流傳。咁但係咧後來佛教咧就俾印度教就係由呢個婆羅門教蛻變而出嘅印度教咧消滅打敗。咁呢個就此為後話啦。呢個亦都係咧佛陀死後咧千幾年以後嘅歷史啦。咁今日就講到呢度，希望咧大家可以喜歡啦。咁我就班門弄斧，就講咗一啲嘅歷史知識，本身係解釋俾我嚟英國大英博物館參觀嘅朋友聽嘅。今日亦都拍成影片去分享俾大家睇。今日講到呢度啦，希望大家可以喜歡啦 ，like、subscribe、share。收費平台 Patreon 咧就有呢個嘅文字版獨家嘅參考資料，最重要就有中國近代史嘅課堂。聽日咧又有新嘅講啦。咁上次咧就講到文化大革命喎。聽日咧繼續會延續埋文化大革命嘅下半部。今日講到呢度，拜拜。